承接上一个视频，我们今天来讲一讲动态评估。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这个表格一共分为8项，其中3项是跟我们肩关节有关的，来判定我们胸廓的旋转；其余5项是来测试我们的髋关节以及足弓的，进而判定我们的骨盆的旋转方向。好了，话不多说，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评估动作。我们会通过仰卧的髋内旋测试以及直腿抬高测试来判定我们的髋内旋能力。你可以同时记录两边的数值，进而得到哪一侧更好的结论。为什么会选用直腿抬高？因为当我们髋屈超过60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髋内旋的能力。当你的髋内旋能力缺失或者下降的时候，我们的直腿抬高自然会受限。至于髋外旋，我们采用仰卧髋外旋测试以及仰卧髋屈测试来判定髋外旋的能力。因为我们髋屈超过100度的时候，我们需要髋外旋的能力，因此仰卧髋屈测试是我们判定髋外旋能力的一个重要测试。至于足弓，我们可以通过肉眼观察的方式去看哪一侧足弓高，哪一侧足弓低，来得出最终的结论。下肢的测试就是这些。如果你是右侧内旋更好，左侧外旋更好，右侧的足弓更高的话，就说明我们是右侧承重，骨盆旋向右侧。下肢测试完之后，我们来进行上肢的测试，也就是我们肩关节的测试。我们仰卧到垫子上，先进行肩内旋的测试，然后再进行肩外旋的测试，然后我们通过水平外展的方式来测试我们肩外展的能力，然后我们进行左右数据的对比，来得出最终的结论。下面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当我们胸廓旋向右侧的时候，我们的右侧的外旋要更好，左侧的内旋会更好。你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看，当我们做右侧的外旋，左侧内旋的时候，我们本身的胸廓就会转向右侧。同时，当我们胸廓旋向右侧的时候，我们右侧的肩外展也要好于我们左侧的肩外展。这就是我们测试的原理。当我们所有数据都测试完之后，其实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你的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同一列的，也就是说，我们整体的重心移向一侧。我们还是以右侧为例。当我们的骨盆旋向右侧，胸廓也是旋向右侧的时候，右侧的足弓高，右侧的髋内旋更好，左侧的髋外旋更好，右侧的肩外旋和肩外展更好，左侧的肩内旋更好，同时也会出现右髋高右肩低的情况。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的训练就是围绕如何将我们的重心从右侧移到左侧。其实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个步态中期的情况。下面我们通过步态给大家演示一下。当我们在步态中期的时候，右脚前左脚后，然后我们把重心移向右脚，迈左腿时，此时我们就会出现右侧骨盆高，右侧肩低，同时我们的头会偏向左侧的这种体态。这就是在我们步态中期重心完全移向右侧时所呈现的一种状态。我们的人体其实非常复杂，在我们的实际案例中，我们更多碰到的是骨盆旋向右侧，胸廓旋向左侧，所以你的数据是这样的。也可能你的骨盆旋向左侧，胸廓旋向右侧，你就会得到这样的数据。因此，在我们的实际评估当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只能是因人而异。好了，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大家可以先根据我们表格的内容给自己做一个评判。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给老王留言。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领者，我们下期再见。